未来没有发生，但是今天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很严峻的、很大的股灾。到底这个股灾会不会来呢？我会在这里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如何来到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么严峻的一个处境的历史，大家自己去判断，面对的未来的经济的这么大的几个问题如何解决。真的，如果解决不好的话，严重的股灾、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是有可能发生的。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的世界好像是坐在几个大的火山上面呢？而且这几座火山是经历了50年的压力，就快要爆破了。那好，一开始呢，我们讲讲农业社会的时候，当时候呢，基本上一个小村庄或者一个小的国家能够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的东西自己用，这个效率不是很高。当时的人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那么好，经济也没有那么发达。后来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到工厂可以大规模的用机器增加他们的产量，这时候就有一个规模的效应，生产的成本是大量的降低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叫专业化 specialization， 当你专注在做一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做那样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你的出品会越来越精美。那做出来很多的东西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靠贸易，贸易使到不同的人可以专注做一样东西，而且把那个东西通过规模化越做越大。讲了这个理论给大家讲个故事。以前有个村庄，村庄里面有一个叫小王，他是开餐厅的，有一个小李，他是做衣服的。小王需要穿衣服的时候就去问小李买，小李需要吃饭的时候去小王的餐厅里面吃饭。这个时候小李去小王吃饭，小王到小李那里买衣服，他们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叫 balance of payment， 贸易平衡。这是最原始的贸易的状态。大家就想到一个问题了，小王说我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衣服，怎么办呢？那小李还要吃饭怎么办？小李发现除了小王之外，还可以有其他很多的人问小李要衣服。这个时候钱币就有它的作用了。钱币作为一个交易的媒体，小李可以把他的衣服给很多很多的村民，村民给他钱币，这些村民可能在其他的服务方面赚了他们的钱币，小李收到了钱币，跑去小王那里吃饭，给钱币，小王赚了钱之后又可以去买其他的东西。大家看到这个情景也是平衡了，每个人都要生产，生产了赚了钱之后又可以去消费，生产和消费基本上是平衡的，这叫 balance of payment。 这时候呢，有个小美，小美呢她是很聪明的，她觉得做餐馆好辛苦，做衣服也要手工艺，也是很辛苦的，但是小美用她的美貌给大家笑 smile， 或者写一个餐谱叫小王去生产，设计一件衣服叫小李去生产，她就可以坐享其成了。这是不是很轻松又能赚更多的钱呢？事实上我们发现在 Hollywood 拍戏，无论是明星、导演或者是制片商，他们赚的钱远远要比开餐馆做制衣厂要赚得多。同样的 Apple 苹果电脑，苹果的 iPhone， 它设计了之后交给中国人去生产，卖到全世界，但是这些产品的大部分的盈利只是设计的那一个知识产权拥有者赚去了。所以这个小美真的是非常聪明，轻松开了之后，小美村庄里的其他的村民再也不想辛苦努力的工作了。到了这里，大家可能看到小美真的很聪明只要对大家笑一笑，写一个餐谱就可以永续的赚大钱，赚的比小王开的餐厅和小李开的制衣厂还要多。但是小美的村长赚的钱是更多的。来到了下一个课题，货币是什么东西？回到了原始社会里面，我们交易用什么来交易呢？刚开始用贝壳啦，用铜啦，用铁啦，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是完美的，后来人家就用黄金、白银、真金、白银来做交易。但是真金白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重要交易的话，特别是跨国贸易的话，不是那么容易
携带这些真金白银去做交易。这个时候呢，人类又发明了一样东西叫钞票，就是有一个钱庄或者有一个银行，他说在我这里有黄金，你只要拿着我印出来的钞票去买东西，以后只要拿回这张钞票回来我这里兑换，我就会还给你同样分量的黄金。大家只要拿着那张钞票就可以行走天下去购物了。这个概念是不是很好呢？银行背后是一个国家，国家背书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了。在1945年之前呢，全世界的老大是大英帝国，那个时候用的是英镑，但是因为2次的世界大战，英国呢是负债累累，很多时候呢，英国需要买军备、买粮食，大量的黄金问美国去购买，结果美国就收集了很多的黄金，英国就有很多的债务。1945年的时候，世界大国的元首到了 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里面去开了会，当时他们同意以后用美钞，当时35美元背后就有1个盎司的黄金，也就是说大家用美钞。当你不想再要这个美元的话，你只要拿35美金跑去美国那里，他就会按承诺兑换给你1个盎司的黄金。当然了，现在大家只要看一看黄金的价位，就知道这个承诺已经老早不在了。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到了1971年的时候，美国当时在打越战，除了打越战之外，美国也是用钱用了比较多，他开始流失黄金。他发现如果再不停止的话，美国背后的黄金全会用清光。所以1971年的时候，美国总统 Nixon 就搬龙门了，他说 In God we trust， 相信我，相信这个美金啦。今天这张美金已经不能换黄金了，那这张美金能换什么呢？你拿去美国的联邦储备局，拿这张美金去换，就能换到其他的美金，用美金换美金，换来换去还是美金。What？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在家里自己印点钞票，告诉人家 In God we trust， 你相信我啦，拿我这张纸币啦，行不行得通啦？第一个，你的政府不会让你印刷钞票，因为这是犯法的但是美国政府可以。第二个，一个货币要有人接受才有它的价值，那人家为什么会接受呢？因为这个货币一定要有它的购买力。美金有什么购买力呢？1971年大家回看的话，美金当时候第一次的崩溃，谁都不相信没有黄金在背后的美金，这也是第一次的美国的通胀非常厉害，然后发生石油危机，基本上美金不值钱了，石油涨价了。后来呢，因为中东的战争，美国通过军事和政治搞定了中东的大佬，以后大家要去买石油一定要用美金，美金的地位又回来了，做到了世界的霸权。当然呢，不是所有的中东大佬都接受美金的，其中有2个大佬不给脸，他们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普辛和利比亚的卡达菲。大家看看这2位大佬的后场，就知道美军的厉害了。搞定了中东的大佬，美国的美元霸权正式坐稳了，美国正式奠定了美元霸权。美国政府之后就不断的通过它的印钞票，不断的入口消费，全世界的生产要比它出口的要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赤字。大家只要看一下美国过往的贸易赤字，基本上是越来越多。如果问题这么简单，我们还可以解决，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座火山要爆发的火山是怎么来的。美国的总统呢是4年选1次，最多只能连任1次，也就是说一个总统最多是做8年。美国的总统需要连任的话，一定要经济好，他呢才能拿到选票。如果美国的选举啦、总统啦太遥远的话，大家来想象一下，一个村里面每4年要选1次村长，一个叫大象哥，一个叫小吕哥，他们都要竞选这个
村长每一次大佬请客都是给你最豪华的宴客。大家想象一下，你是其中一位大佬，你请客的时候，你会在街边的小饭店，还是在6星级的餐厅里面，大鱼大肉、名贵的红酒、山珍海味任吃，吃了之后谁来买单？哦，这里有个更好的东西，原来不需要你买单，只要你签个字，下一任的村长帮你买单哦。请不请？不请的话你选不上，请的话下一任村长帮你买单。大家不难理解，美国政府每年的赤字是越来越高，到了今天美国政府所欠的债，我说的是联邦政府所欠的债是30个 trillion 的美金。 trillion 是什么概念啊？大家可能知道1000 thousands， 在1000个1000就是1 million，1000个 million就是1 billion，1000个 billion就是1 trillion。 美国的国债到了30个 trillion。 What？ 30个 trillion 是不是很糟糕啊？这只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欠了更多债，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Social Security 的债。总之整个美国政府是债台高筑啊。它有没有还债呢？没有。每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 deficit 是3个 trillion，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每年累计增加 10% 的债，使到它的30个 trillion 的债每年再会增加 10% 下去。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座火山，什么时候爆不知道。那美国政府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只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加税。想想看，一旦加税的话，这个总统是不是要自杀了？选民谁还会选他呢？第二是减少政府的开支。但是政府能减少开支吗？特朗普总统还给每一个美国人派发了1200块，后来又派发了600块。拜登一上来就每人发了1400块。今年又用了很多钱在国防开支啦、基建项目啦等等等等啊。美国政府能用少一点钱吗？如果用少一点钱，经济马上也会不好，所以这也是等于自杀。只有第三个方法，借更多的钱。那借钱当然要还钱啦，怎么还钱呢？等下一届总统来头痛吧，不关我的事了啊。总统要国民开心，一定要把经济搞好。把经济搞好最大的方法有2个，一个靠财政政策 fiscal policy， 一个靠货币政策 monetary policy。 财政政策它可以通过向市民派发现金，或者减免他们的税务，或者是增加基建项目，增加政府的开支，使到市场里面多了政府的订单，工资也涨上去了，国民的生活就会好了，经济就会繁荣了，这个时候总统的名望就会很高了。另外一方面呢，是通过货币政策 monetary policy，也就是说，总统可以通过他的影响力，通过美联储来控制一个货币的供应。怎么去控制货币供应呢？第一个是降低利息，使到人家觉得钱便宜了，所以借多点。借多点钱的话，使到整个银行系统里面的钱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也就增加了这货币的供应。第二个是直接买债。当美联储买了美国的国债，或者是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这些钱其实就是美联储印刷了钱，打入了市场里面，把市场里面拿了一些债券放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里面。所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时候，一边是多了这些债券，另外一边是多了钱到了市场里面。这里也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钱就是债。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钱就是债，其实钱在我们的口袋里当然是资产，如果是债的话，你不要的钱快点送给我。所以这些钱在我们口袋里是资产，但是我们的资产就是央行的债，所有这些钱呢都是美联储的负债，是这个概念。刚开始我一听到钱就是债，我也搞不懂，后来想通了，原来钱对我们来说是资产。如果是我们的资产的话，在会计的原理里面一定是人家的债，在美联储或者世界其他的央行里面，所有的货币就是他们的负债。当货币增加了，市场里面充斥着很多的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投资的成本低了，很多的生意可以通过借贷来买器材扩张，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借贷来购买，特别是在美国买车子啦、买房子啦都是靠借贷的。当这个利息降下来的话，这个车子啦、房子啦相对来说好像就便宜了。当这个利息涨上去的时候，马上
这个车子或者房子就变得非常昂贵，市民是负担不起了。通过降息增加货币供应，使到经济会繁荣。我们看到美国从71年开始就大量的增加了货币供应，使到它可以年年的有多余的钱来进口享用。它的贸易赤字是从71年开始一直累积，越来越多的赤字。到了08年的时候，金融海啸，银行体系崩溃，怎么办？联邦储备局在那个时候大量的开始买债，开始了量化宽松。到了2020年的时候，经济又差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他们又重新的加大了马力来量化宽松，量化宽松 2.0。 到了今天，美联储的负债已经到了9 trillion 9万亿美元这么大了，这么大一定会引起通胀，他们不得不开始缩表。今天我们开始是到了 QT， 也就是缩表的年代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股票市场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呢？这个量化宽松的钟摆换了个方向，到了缩表。一旦缩表了，过去涨了这么多年的股市会不会也会降下来呢？又回到了我们的7、8把经济学小孩子听得懂的版本。那我们借钱一定要还钱，虽然美国政府是巧妙的知道我来借钱消费，下一届的政府来还，但是也要有人来还的。美国政府累积了这么多债之后怎么去还呢？他们发现通过美元霸权可以全世界的市民帮他来还债。今天只要你有钞票，无论它是美金或者是港币、台币、新加坡币、人民币、英镑，这些货币背后都是美金，美金背后是空气。通过通胀，这些美金在不断的贬值。现在美国的通胀是 8.5%， 也就是说大家拿着钞票，无论它是美金或者其他货币，每年它的价值都在往下跌。你有1万块，你就不见掉了850块，你有100万，你就不见掉了8万5的价值。这是水煮青蛙，慢慢的大家贫穷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贫穷。通胀就是把大家储存回来的购买力减弱了。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货币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货币除了是交易的媒体之外，也是我们储存购买力的一个媒体。我们用不完钱就存在银行里，存在其他的投资市场里面，这是储存了我们的购买力，希望以后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更加希望是通过投资拿出来的时候是更加多一点。但是美元霸权使到钞票贬值，每年我们如果拿着现金，它的财富是不知不觉的少掉了。通过通胀，我们每年的购买力就在减少。如果我们买的是债券的话，其实债券就是未来的很多年的现钞拿回来。通过通胀的话，这些债券以后拿回来钱也会不值钱，债券的价值在通胀的年代里面是下跌的更多的。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会投资，学会理财，学会真正的投资一些好的企业，做企业的股东，分享他们未来的成长的业务和赚钱的盈利派发的股息，这才能自保。那又回到了世界的舞台啊，美国政府其实是享受了美元霸权很多年，从70年代开始，他搞定了美元之后，就出现了雷根总统的繁荣盛世，后来又有克林顿的繁荣盛世。到了08年开始金融海啸的时候，他们又用了他们的印钞票的能力来了量化宽松。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赚钱太容易了，所以美国人的消费很多，但是不太愿意做苦工，这些辛苦的工作慢慢的转移到海外了，特别是勤劳的亚洲人很乐意帮美国人去做生产。所以我们看到70、80年代日本是累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到今天日本也有很多的外汇储备。后来呢，美国又嫌日本太贵了，慢慢的把订单到了韩国、台湾这些地方。后来他们又发现有另外一个更勤快、更愿意做事情，而且很多这样的工人的中国大陆。从2000年开始到2018年是中国生产的黄金年代，当时候中国做了世界工
产，很多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当然美国人也会赚钱的，他们赚的钱都是一些轻松的钱，比如说拍个戏 Smile， 你要给他们赚钱了，是不是 Marvel Brothers 啊 Disney 啊，全世界赚了好多的钱啊，也包括有高科技的设计，比如说 Apple 啦 Facebook 啦 Google 啦，每年都是赚大钱的。但是这些高科技或者娱乐的行业赚的钱不够养活整体的美国人。美国有大批的中产甚至是蓝领的阶级，他们的收入是越来越糟糕，生活是越来越惨。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这些蓝领的工作转移到了亚洲。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其实贸易是使到双方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降低成本，增加两方面的人的福利的。但是在这一边呢，他们发现内部的矛盾是越来越厉害，贫富越来越悬殊。这个时候有一个美国政客叫特朗普出来，他是挑拨了民众的情绪，其中一个手段就是把这个敌人放在外面，说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特朗普时候跟中国有了个贸易战，到最后大家谈判之后，也正式的开始了美国和中国的对立，甚至是脱钩，也产生了之后困扰着股票市场的，比如说中概股要退市啦，一些生产的供应链要撤离中国，搬到越南、缅甸、印度啦，甚至有一些核心的技术不出口给中国，要掐中国脖子，甚至要搞华为啦、中兴啦，其实都是因为中国赚了很多外汇之后越来越强大，美国感觉到中国会威胁美国。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科技和文化都搞定的话，那美国以前靠科技和文化赚的容易的钱也如果给中国拿掉了，到最后美国就什么都没剩下来。美国到现在已经明确了目标，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变成世界老大，这也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局势。那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为什么我说未来的经济为什么会面对很大的挑战，股票市场也会可能发生很大的调整呢？第一个，以前的经济的发展和股票市场的兴旺是得益于全球化的贸易，现在是全球化分裂，中美两个世界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贸易的钟摆是往后再走了。第二个，美国的赤字和美国的货币供应已经到了顶点，美国这么多年的财政赤字和量化宽松依赖的是中国很多的外汇，最后是回流到美国，买了美国的国债。但是中国在累积了3万亿美元外汇之后，发现原来这些美金是印刷出来的，通过通货膨胀，这些美元迟早会像这卷卫生纸一样不值钱的。再说中国累积的这3万亿美元到底怎么用，也是个很大的头痛。如果买美国的粮食，这样会危害到中国本地的农民，以后就要依靠美国，也不是中国想要的。如果要买一些美国的高科技，美国又掐脖子不给中国买这些高科技，那中国到底可以买什么呢？就像一个人赚钱赚了很多了，再赚多点钱的动力就少了。作为整个国家来说，中国现在也不一定想再赚美元了啊，他手头上这些美元债券的资产迟早也想要抛售。特别是今年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之后，中国发现一定要分散风险，管理好有机会被美国制裁的这个危机。所以没有了中国的持续的购买美债之后，美国以后的赤字是依靠谁呢？如果真的没有新的资金打入了，真的开始缩表了，资金撤离了，对涨了这么多年依靠量化宽松和资金泛滥来的那个大牛市，会不会这个钟摆又往另外一方面走？未来的美国经济和股票市场会不会出现像日本90年代发生的那个钟摆回调效应，长达好多年的一个大熊市呢？未来没有发生，什么东西都有可能，但是做好每一种可能性的准备，特别是如果股灾和经济大萧条再回临的话，你有没有做好事先的适当的准备？这个工作就是非常重要了。这个视频虽然有点长，也不是叫大家去沽空股市或者全部套现，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及时的居安思危，做好准备。大家有什么意见看法，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我们集思广益。那我们下次再见。